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三桥美穗所著的《别再为睡不着焦虑》这本书。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受？明明已经躺在床上，却迟迟无法入睡，夜里容易醒来，一醒就再也睡不着，又或者总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到年轻时那种一觉到天亮的熟睡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睡眠的烦恼正悄悄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课题。尤其是65岁左右，许多人迎来了退休，生活节奏、作息时间以及一天的活动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白天不再像从前那样忙碌，时间突然变得宽裕起来，反而更容易对睡不好这件事过度在意。作者指出，正因为这是一个时间充裕的阶段，许多老年人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些看似正确，实则适得其反的睡眠习惯。但好消息是，并不是所有睡眠问题都无解，只要掌握一点点正确的认知，再加上一些小小的调整，就有很多人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安稳睡眠。比起追求完美的睡眠，这本书更希望帮助我们找到既不委屈生活，又能让身心舒服的睡眠分寸。睡眠不足对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更大。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睡眠不足的危害；第二，睡眠的本质。首先是第一部分，睡眠不足的危害。睡眠与健康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旦睡眠长期不足，人就容易出现头脑迟钝、注意力下降、身体疲惫、情绪不稳等状况。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睡眠不足会显著提高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心理问题的风险。可以说，几乎所有疾病的风险都会在睡眠不足时悄然上升。甚至有人说，想要安享天年，真正的秘诀就藏在每天的睡眠之中。听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开始焦虑，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睡好觉？对此，作者却给出了一个非常温柔也非常现实的答案：不要为了睡眠牺牲人生的乐趣。作者特别强调，他并不希望65岁以后的大家为了睡眠而过度努力。提升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减少饮酒、早睡早起、严格控制作息时间。但问题在于，这些正确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例如，对许多人来说，一天结束后的小小晚酌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乐趣。如果为了追求睡眠质量，强迫自己戒掉已经陪伴多年的生活习惯，反而可能让人生的幸福感下降。忍耐本身就是一种压力，而压力恰恰是睡眠的大敌。作者提到，夜里容易醒来、难以再次入睡的原因之一，正是酒精的影响。听完之后，有一位听众笑着说：“原来如此啊，那睡不着也没办法了。”那一刻，他已经清楚地知道原因，也坦然接受了结果。他选择了继续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而作者认为，这样的选择完全没有错。比起睡得完美，更重要的是活得舒服。如果你已经为家庭、为工作付出了大半辈子，那么从现在开始，更应该为自己做出让内心感到舒适的选择。只要白天的生活不受影响，精神状态尚可，比起一味追求更高的睡眠质量，不如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能让你感到期待、感到快乐的事情上。真正重要的不是睡眠本身，而是睡眠与人生之间的平衡。接下来，作者将进一步带领我们了解老年群体中常见的关于睡眠的错误认知与习惯，希望你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刚刚好的睡眠分寸，在不勉强、不焦虑的状态下，安然入睡，也安然生活。接下来第二部分，睡眠的本质。睡眠时间并不是越多越好，随着年龄增长，所需睡眠时间会自然缩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待在床上的时间
是不是比年轻时更长了呢？很多人在工作时期，因为忙碌而长期睡眠不足，于是退休后时间变得充裕，反而会想，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于是开始提前上床，在床上躺更久，希望把过去没睡够的觉补回来。但如果你正因此而开始出现失眠、难以入睡、夜里频繁醒来的情况，那么第一步不是想办法睡得更久，而是要缩短在床上的时间。这是因为人随着年龄增长，真正需要的睡眠时间本来就会变短，睡眠变浅变短是自然的老化现象。和年轻时相比，老年人的白天活动量通常会减少，同时与睡眠密切相关的激素分泌量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因此睡眠变浅，夜醒次数增加，睡眠时间缩短，并不是身体出了大问题，而是非常自然的生理变化。当然每个人存在个体差异，但整体来看，60岁以后适合的卧床时间多半在6至7小时左右，卧床时间过长反而会加重失眠。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真正需要的睡眠时间是6小时，但每天却在床上待9个小时，那么多出来的3个小时，大概率并不是多睡的幸福时光，而是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清醒的时间。此时要是再睡不着怎么办？明天精神一定会很差吧？这样的焦虑和紧张情绪就会悄悄累积，而焦虑正是让睡眠变浅、夜醒次数增加的关键因素。结果就是明明花了很多时间在床上，却反而变得更睡不着，不困却硬躺在床上，是最常见的误区。当我们在不困的状态下，强迫自己长时间待在床上，大脑就会慢慢形成一种错误联想，床等于睡不着的地方，这对睡眠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作者强调，真正重要的是要让大脑重新建立这样的连接，床等于会自然入睡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缩短在床上却没睡着的时间。正确的方法，困了再上床，睡不着就离开。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第一点，不要因为时间到了就上床，而是等真正感到困意时再躺下。第二点，如果躺下后大约15分钟仍然无法入睡，并且开始出现焦躁不安的情绪，请果断离开卧室。注意不要看时间，不要反复确认几点了，可以到客厅或其他房间做一些轻松不刺激大脑的事情，比如安静的看书、听轻音乐。此时灯光要尽量柔和偏暗，避免强光刺激大脑清醒。等到再次感到困意，再回到床上睡觉。如果还是睡不着，就重复这一过程。一开始会很辛苦，但这是暂时的。作者坦言，刚开始实践时，频繁在卧室与其他房间之间来回，确实会让人感到烦躁、疲惫。但请放心，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随着大脑逐渐重新建立床等于睡眠的正确认知，起床离开的次数会慢慢减少。最终的目标是，一躺到床上，身体就自然进入想睡的状态。什么是睡眠效率？这是一个关键指标。这里作者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睡眠效率。睡眠效率等于实际睡着的时间除以卧床时间。这个数值并不需要精确计算，只要凭自己的大致感觉判断即可。例如，卧床时间7小时，实际睡眠时间6小时，那么睡眠效率大约是86%，刚好及格。作者认为，睡眠效率达到85%以上才是理想状态。睡眠效率低时，反而要故意少睡一点。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床上待了很久，但真正睡着的时间不到6小时，那么可以尝试进一步缩短卧床时间，最低可以以5小时为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刻意制造轻微的睡眠不足。这样做的结果是，睡眠压力增加，睡眠会变得更深，
夜间醒来的次数减少，睡眠效率反而会提高。当你发现，在床上真正睡着的时间越来越多，就说明大脑已经重新建立了正确的睡眠模式。当睡眠效率提高后，再慢慢延长卧床时间。当睡眠效率稳定超过 85% 后，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延长卧床时间。同时，请务必记住一个原则：床只用来睡觉，不要在床上玩手机、看电视、思考烦恼。把床这个空间专门留给睡眠，这样睡眠才会重新变成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睡眠知识2：清醒的越久，睡眠才会越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一整天没做什么事，却早早躺进被窝，结果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并不是失眠变严重了，而是睡眠动力还不够。睡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律，清醒时间越长，睡眠就越深。傍晚的小睡是睡眠最大的隐形杀手。对很多人来说，真正破坏夜间睡眠的，并不是白天没睡好，而是傍晚不经意间的打盹。傍晚觉得有点累，就眯一会儿。这些看似很短的瞌睡，其实已经提前消耗了晚上的睡眠额度。等到真正上床时，大脑却发现，该释放的睡眠压力，刚才已经用掉一部分了。于是，身体在床上，意识却迟迟无法沉入睡眠。睡眠的原理，作者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睡眠机制。清晨醒来后，我们开始活动、思考、行动，大脑中一种促睡物质会随着清醒时间的延长不断累积，就像水一点一点流入竹筒。当积累到某个临界点，竹筒突然倾倒，哐啷一声，人就自然地进入了睡眠。这不是靠意志力，而是一个自动触发的生理反应。为什么打个盹反而更睡不着？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在傍晚或夜里打盹，就等于提前把竹筒里的水倒掉了一部分。那么等到你真正想睡觉的时候，水位还没积到足够高度，自然就倒不下来，于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晚上睡不着，白天精神差，傍晚又忍不住打盹，晚上更加难以入睡。这正是许多中老年人长期睡眠紊乱的根本原因。对于老年人来说，午睡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下午3点之前，不超过30分钟。如果是真心想改善失眠，那么在调整阶段，最好暂时不午睡，因为哪怕是短暂的睡眠，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深度。睡眠其实和吃饭一模一样，作者用吃饭来打比方，非常好理解。如果下午3点吃了很多点心，等到晚饭时间，自然不会觉得饿，就算坐在饭桌前，也吃不了多少，美味程度也会大打折扣。睡眠也是一样的道理，清醒的越久，越饿，睡眠才会越深越香。防止傍晚犯困，可以提前做准备。傍晚犯困并不可耻，关键在于你怎么应对。作者建议提前列一张防犯困清单，比如擦窗户、简单整理房间、做伸展或轻度体操、自我按摩、唱歌、哼歌、听让人精神振奋的音乐。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动起来、站起来，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清醒方法。当人站立时，背部、臀部、大腿等被称为抗重力肌的大肌群会开始工作。这些肌肉一用力，交感神经就会被激活，大脑自然清醒。哪怕只是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几步，效果也非常明显。等真正困了，再回到床上，就算睡少了，第二天也要照常起床。这是很多人最害怕的一点。但作者明确指出，即使前一晚没睡好，第二天也要在固定时间起床。这一天可能会有点辛苦，但只要步步长觉，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到了晚上，睡眠压力自然会被重新积累，反而更容易睡得深。正确的短午睡方式，为了避免午睡变成深睡，需要注意姿势，不要躺平，不进卧室，不上床，
推荐姿势是坐在沙发上，身体微微后靠，或趴在桌子上小憩。提前设好闹钟，咖啡因午睡，反而更清醒。一个小技巧是，在午睡前喝点咖啡或茶，因为咖啡因的提神作用，大约在30分钟后开始显现。这样一来，正好在你要醒来的时候发挥效果，醒来会感觉更清爽。睡眠偶尔失序，并不代表失败。作者最后强调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心态：人不是机器，偶尔睡不好是很正常的。真正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在第二天把节奏拉回来。睡眠知识3：判断睡眠好坏的真正指标是白天的状态。作者指出，判断自己有没有睡好，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标准，并不是夜里醒了几次，也不是自己觉得有没有熟睡，而是白天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如果即使夜里有醒来，感觉睡得断断续续，但白天没有强烈的困意，不至于疲惫不堪，能正常活动、思考、生活，那么其实并不需要太担心睡眠问题。我明明没睡着，真的没睡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我们对自己有没有睡着的感觉，其实并不可靠。入睡后最先出现的是非快速眼动睡眠，根据深浅不同，可分为3个阶段。阶段1：非常浅的睡眠，介于清醒与睡眠之间。阶段2：真正进入睡眠，但仍不算深。阶段3：深度睡眠。研究发现，即使在阶段1，也有约60%的人认为自己根本没睡。进入阶段2后，仍有2至3%的人觉得自己是醒着的。更令人意外的是，即便到了阶段3的深睡眠，依然有人主观上觉得我一直醒着。也就是说，感觉醒着不等于实际没睡。这正是许多人越担心睡眠，越觉得自己睡不好的原因。不眠的3种典型表现，医学上所说的不眠症状，主要分为以下3类：入睡困难，躺下后很久才能睡着；中途觉醒，夜里频繁醒来；早醒清晨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但请注意，出现这些现象，并不等于患了失眠症。什么情况下才算医学意义上的失眠？在医疗标准中，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会被判断为需要治疗的失眠症：每周至少3天以上出现不眠症状，并且白天生活已经受到明显影响，这样的状态持续3个月以上。也就是说，睡得不完美不等于需要治疗。大多数人的不眠，其实不用太在意。统计数据显示，约30%成年人会感觉自己有睡眠问题，但真正因睡眠而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需要治疗的人，连同轻症在内，大约只有1/3。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调整：随着年龄增长，睡眠变浅，夜醒增加，是自然的生理变化。如果一直用年轻时那种一觉睡到天亮的感觉作为标准，那么无论怎么睡，都很难感到满足。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作者在这里提醒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本质问题：睡眠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完美的睡眠本身，而是为了让白天过得更好。只要白天能精神尚可，行动自如，情绪稳定，那就说明这份睡眠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对65岁以后的自己温柔一点。因此，65岁之后的温柔睡眠法，并不是拼命追求深度睡眠，和年轻时的自己比较，因为夜醒而责怪自己，而是把评价标准放在白天，对夜里的不完美保持宽容，不再追求理想化的睡眠。白天有精神，就告诉自己一句，这样就够了。这本书之所以和许多睡眠书籍不同，正是在于它不只是告诉你为了睡好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你哪些地方可以不用那么用力。当你不再和睡眠对抗，反而更容易睡着。愿你从今天开始放下焦虑，对自己温柔一点，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睡眠节奏。在安稳的夜晚与清醒的白天之间，
过上更从容、更丰盛的每一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